为了一个超级英雄的名额，大雄选择跟胖虎正面刚。看着拳拳到肉的输出，到底谁会成为守护小镇和平的 Superman 呢？电视上内裤外穿的超级英雄拯救苍生的故事，看到大雄两人小脸通红。没想到电影中的桥段竟然也出现在了小镇上。胖虎披着块桌布就要帮大雄对抗恶势力，眼看大雄拒绝，胖虎就要重拳出击，吓得大雄撒丫子就跑。胖虎又跑到静香家寻找坏人，还拎起不到2米高的小夫，用拳头让他供出恶势力。可小镇中最恶的势力不就是胖虎吗？好不容易自封超级英雄，却没有大显身手的地方，这不仅愁坏了胖虎，也让小伙伴们倍感压力山大。众人决定用抽签的方式制造一个坏人让胖虎揍。大雄自信满满，一发入魂，听说要当坏人让胖虎揍，大雄转身就要远离是非之地，可小夫一句救命啊，瞬间召唤出胖虎。眼看小命不保，大雄嗷的一嗓子就往家跑，终于活着逃回家。可超级英雄竟然还学会了堵门，为了让我方阵营也有超级英雄，蓝胖子拿出了超级英雄布巾。虽然这只是未来孩子的玩具，但至少能上天入地，危险时刻还能挡子弹，最关键的是还带透视功能，这让大雄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大雄跨上桌子，两脚一蹬，还有最后一刻飘了起来，还表演了一波用脸开门的绝技，一路低空飞行来到客厅，正好碰到不到2米的老妈为够不到灯管而发愁。大雄化身大孝子，拿着灯管一路飘行，而后踩着牛顿的棺材板一路反重力悬浮，成功帮老妈换了灯管。觉得自己这个超级英雄比胖虎靠谱，让大雄有点上头了，扬言自己可以徒手接子弹。谁知下一秒就被小夫的足球打了脸，还要故作镇定没受伤。这下什么东西都朝着大雄扔，其中还有一块板砖，还好大雄反应快，才保住了自己的高颜值容颜。可胖虎不容许一山容二虎，要跟大雄斗出个高下。你猜怎么着？大雄选择正面刚，大雄没什么技巧，每一下都是平 A， 却全员打出了暴击效果。最终以大雄拿到胖虎的披风宣告胜利。这明显是一场伤敌1000自损800的对战，但大雄觉得自己就是超级英雄，让小伙伴们怀疑他脑子被胖虎锤坏了。英雄被嫌弃，让大雄有苦说不出，决定默默守护静香。首先就是用透视功能确定静香在哪里，谁知这一切都被身后的静香看到，大雄只能赶紧逃。路上遇到小夫求帮忙，大雄超兴奋的一路低空漂浮来到小夫面前。原来财大气粗的小夫漫画买多了，自己拿不动，可这重量对大雄来说就像是醉驾。小夫刚要责备，就听到有人在喊抓小偷，大雄一路冲刺赶到现场，可小偷已经跑了。大雄随即就是一波火眼金睛，结果被当成怪小孩，被大水淋头。此时小偷出现了，竟是偷鱼的小黑。大雄飞上屋顶就要跟小黑抢狗粮，却被小黑抓成了大花脸。眼看道理讲不通，只能动武了，可狗子都打不过喵星人，更何况你大雄呢？一番战斗后，披风也被小黑顺走了。看着能把自己摔成肉饼的高度，不会飞的大雄要怎么才能下来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静香和老妈跟蛋糕店干上了，进进出出10来次，就是啥都不买。而这一切的起因，只是因为街头的一次相遇。看着胖虎玩着小夫的滑板，大雄才不羡慕嫉妒恨呢。回到家就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求老妈赏个滑板。可离圣诞节还有2天，圣诞老人还在出发的路上呢。毕竟圣诞节当天收礼物才有气氛嘛。大雄只能把一肚子苦水说给蓝胖子听，只怪老妈脑筋太硬，理解不了大雄有颗收礼的心。看着大雄的生活仿佛都失去了色彩，蓝胖子只好掏出更改日期的日历，抓起大雄的手就给佩戴上了，让大雄试着转下旋钮，日期就改变了，调到25号，这附近就变成了圣诞节。怀着忐忑的心情，大雄找老爸先试水，老爸想都不想就说今天是25号，可问题也随之而来。25号，老爸原本是要出差的，也不管帅不帅，光着脚就冲出了家门。虽然把老爸坑得不轻，可想要礼物到手，总得有人牺牲嘛。这时，电视上的新闻就说今天是23号，眼看就要暴露，可没想到老妈化身暴怒的女帝，只接一通电话就要举报那个口误的播音员。还好大雄以要礼物才拦住了老妈，可圣诞节来得太突然，老妈压根儿还没买礼物呢，决定等到明年的圣诞节一起给。眼看到手的滑板就这么凭空飞了，大雄把日期又调回了23号，给老妈都整傻了。穿上贵妇装就要出门买礼物，同样被坑的还有老爸，刚出门就回来了。这
这时老妈回来了，大雄迫不及待的就想拆盲盒，可老妈决定到圣诞节才送给大雄。大雄是会默默等待的人吗？把时间调到25号，滑板顺利拿到手，老爸再一次要出差，拿着滑板还没跟虎父二人炫耀完，两人也想起今天是圣诞节，说还没个礼物呢。大雄刚要把时间调回到23号，却偶遇了要去买圣诞蛋糕的老妈，傻子才不想白嫖蛋糕呢。一路跟踪，看到老妈来到蛋糕店，大雄两人还沉浸在白嫖蛋糕的快乐中，就看到了俩熟悉的面孔，真是人在街上走，猫从天上来。为了证明静香到底爱着谁，大雄又把时间调到了情人节，谁知静香直接弃学霸而去，眼看蛋糕就要到手，众人突然意识到今天是情人节，老妈空手而归，反倒是静香来买心情巧克力了。看着到手的蛋糕就这么飞了，大雄把时间又调到圣诞节，这下轮到静香一脸蒙圈了。眼看静香空手而归，大雄又调回了情人节。大雄在情人节与圣诞节之间来回切换，给老妈和静香累够呛。但最惨的还属要出差的老爸，蓝胖子气的就要调回原来的时间，但大雄才不会给他机会，踩上滑板就一路逃窜。可大雄这技术也是堪忧，直接用面条做了个新款发型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，本准备找爸妈要点零用钱，可爸妈此时是相当团结，要钱坚决没有。大雄只能默默把时间调成新年，这下家里更乱了，哪有人家过年啥都不准备的呀？零用钱又泡汤了，老妈老爸火急火燎的为家准备着新年的氛围，眼看自己玩的有些过头了，大雄跟爸妈坦白了一切，眼看爸妈这是要今晚男女混合双打的架势，大雄只能寄托于愚人节了。虽然暂时安全了，可明天又要咋办呢？那么小伙伴们最喜欢的节日是什么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雄化身套马的汉子，想威武雄壮，可却亲手把自己的今生所爱送到了矮富帅的面前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大风呼啸的冬天，没有比在自家烤火更悠闲自在的了。可这一切都被静香的一声呼唤打断了，让大雄帮捡羽毛球。大雄想都没想就让蓝胖子去捡，但大冬天谁爱动啊？蓝胖子拿出魔绳，然后查找对应的曲谱就吹了起来。只见绳子从罐子中盘旋而出，慢慢来到窗外，抓住羽毛球送到了静香面前，而后绳子又乖乖地回到了罐子里。大雄还没整明白原理，让蓝胖子再来一次。这一次蓝胖子盯上了自家的点心，绳子穿过漫长的走廊，明目张胆地当着老妈的面作案，拿回了点心，吃着偷来的铜锣烧。大雄也想练练手，翻到作业的曲谱就要来上一曲，可大雄吹得太烂，被绳子处以鞭刑，再吹一次又因为气不足被掀翻在地。但只要能偷懒，大雄就不会放弃。这一次终于成功，作业分分钟被做完。要是这股努力的劲儿用在学习上该多好。这时家庭主妇竟然因为不会打包犯起了愁，大雄化身大孝子，吹起笛子，轻轻松松帮老妈完成了打包。大雄认为有这么方便的道具不用绝对脑子有问题，说着就吹起套索的曲子，要套个媳妇儿回来。静香莫名其妙被套起，飞越大街小巷，可大雄这面又气血不足，亲手把媳妇儿送到了矮富帅的家中。大雄的这波操作给蓝胖子都看傻了，担心此时的静香可能已经摔成肉饼了。此时的小夫也是一脸震惊，喜欢泡澡也不用来我家鱼塘里泡吧。静香浑身湿漉漉的往家走，竟然在自家门口看到犯人骑着犯罪工具前来不打自招，就气不打一处来，感觉自己要住孤生了。大雄决定挽救一下，可没想到绳子竟然也是一个老司机，还美名其曰帮静香晒衣服。大雄厚着脸皮跟在满脸怒气的静香身后来到空地，蓝胖子吹出个蹦床，静香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。蓝胖子吹了足足10分钟，终于顶不住了，给大雄摔了个屁股蹲，只能换大雄来吹。这次轮到蓝胖子无限畅玩了，可大雄突然吹得比窜稀还快，蓝胖子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送上了天。小夫那面还在跟胖虎说天上掉下个静香妹，下一秒蓝胖子化身炸弹猫来了个亲身教学。眼看头顶1米高的大包，胖虎怎么可能放过蓝胖子？眼看大雄就在前方，蓝胖子玩命呼救，大雄吹起笛子决定化敌为友。胖虎玩得相当自嗨，可大雄一个大喷嚏直接甩飞胖虎，这下胖虎更不能放过两人了。大雄已经没有力气吹笛子了，蓝胖子接过命运的笛子，绳子幻化成马，带着两人逃出升天。可蓝胖子也有点气血不足了。此时小夫听到了笛声，只见他膀胱一扫，发现了倒挂金钩的两人，
拿出剪刀就是一剪。大雄两人狠狠摔在地上，大雄又吹起了套索曲，可小夫剪刀在手，绳子我剪。大雄决定来波必杀技，吹首龙卷风。可大雄这水平根本吹不出肖邦的寂寞，大雄每吹一句，蓝胖子就挨一次鞭打。大雄终于体力不支，笛子掉落入胖虎手中，二话不说就照着曲谱吹了起来，却把自己捆成了粽子。原来是吹了捆绑的曲子，道具好用也不要贪用哟。那么小伙伴们觉得这个道具应该出自哪个国家呢？